在美利坚，如果有什么事情是花钱办不成的，那只能说花的钱还不够多。在罗斯柴尔德这样的顶尖家族面前，几乎就没有他们办不成的事情。当直升机把叶晨和林婉儿接到斯坦福的时候，斯坦福的校长已经在校园的停机坪边上等着了。校长不知道要来的客人是谁，他只是听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直升机飞行员跟斯坦福的管理人员知会了一声，说是要送2个人来斯坦福参观，要申请一下停机坪的降落时间。甚至罗斯柴尔德家族都没人直接跟他联系，但也不妨碍他听说这件事之后，立刻亲自过来迎接不知名的贵客。直升机落地的那一刻，校长顶着螺旋桨巨大的风压走上前，亲自为后排的贵客打开舱门。当叶晨和林婉儿走出直升机时，年迈的校长有些错愕，没想到罗斯柴尔德家族送来的竟然是2位年轻的东方面孔。直升机旋翼缓缓停下，震耳欲聋的噪音也逐渐消失。校长看着叶晨和林婉儿，一脸谦逊地微笑着说：“欢迎2位贵客来到斯坦福，我是本校的校长詹姆斯·怀特，不知2位怎么称呼，有哪些我可以为2位效劳的？”叶晨自然知道，这种学术界的大佬能这么给自己面子，肯定还是看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面子上。要换做以前，以叶晨的心气儿，大概率不会与对方过多交流，只需要给自己和林婉儿在斯坦福行个方便也就行了。但现在，叶晨忽然觉得，既然对方这么给罗斯柴尔德面子，那自己不如就好好用一用，反正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签单。于是他便对詹姆斯·怀特说：“怀特校长你好，我的朋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史蒂夫·罗斯柴尔德正在赶过来的路上，他本来是要亲自过来给我们做向导的，但是从东海岸飞过来还要几个小时，这几个小时里就要辛苦你客串一下向导的工作了。”叶晨说话虽然客气，但语气并不是请求或者征求对方的意见，而是直接提出了自己的需求，不给对方拒绝的机会。而自打叶晨说出史蒂夫·罗斯柴尔德名字的那一刻，詹姆斯·怀特也做好了为眼前这个华裔男子当牛做马、肝脑涂地的准备，不为别的，全是看在史蒂夫·罗斯柴尔德的面子。毕竟史蒂夫是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明确定性的2号人物，族长位置继承人。原本詹姆斯·怀特还以为来的可能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旁系或者远亲，见到是2位华人，就下意识地认为甚至可能连远亲都不是，大概率就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点交情，所以蹭了一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直升机。可是叶晨刚才那番话一出口，兴致瞬间在他心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2位年轻华人不仅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直接联系，甚至还是史蒂夫这种大人物。更重要的是，听说史蒂夫正为了这2人从东海岸赶过来，这得是多大的面子，自己要是把他俩招待好，等史蒂夫来了，肯定也会记自己一功。别看他是斯坦福的校长，其实也并非一心扎在学术上，上流社会的潜规则他比谁都清楚，更比谁都遵从。这就是美利坚和华夏的不同。在华夏，如果只是有钱，极大概率搞不定清北这样的顶尖大学，但是在美国，有钱别说斯坦福，哈佛和麻省理工也一样能搞得定，否则也不会有大商人为了自己儿子读书，给哈佛捐几千万美金这种事情了。所以，即便是斯坦福的校长，也得折腰式权贵，尤其是罗斯柴尔德这种顶尖权贵。叶晨见搬出史蒂夫这么好使，索性也就更不跟他客气，直接问林婉儿：“林小姐有什么想去的？想参观的，就让这位怀特校长带咱们去吧。”
林婉儿欣喜地点了点头，随后便对怀特说：怀特先生，我想参观一下校史馆，阅览一下所有不对外公开的校史资料。怀特有些惊讶，搞不定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来了斯坦福，不参观学校，不听人讲解，只想去校史馆看看不对外公开的资料。其实大多数资料都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那时候法制不太健全，再加上美利坚发生了很多针对原住民的暴行，所以现在这些享誉盛名的高校，在当年也有些见不得人的黑历史，这些黑历史自然也不会随便供人翻阅，有些甚至都被列为绝密。不过叶晨已经搬出了史蒂夫这个金字招牌，所以怀特几乎没有任何迟疑，便答应下来，说：二位既然对校史资料感兴趣，那我就亲自带二位去一趟校史馆。不过有些东西比较敏感，是白宫认定的绝密文件，两位可以参观，但不能拍照，还望见谅。林婉儿点头说道：校长先生放心，我们会遵守规定的。怀特松了口气，亲自充当起了两人的向导，带着两人来到了校史档案馆。斯坦福的校史档案馆是一栋在办公区并不显眼的3层小楼，不过真正核心的内容其实都被藏在3层小楼下面的地下空间，这里建设的如银行金库一般坚不可摧，里面储存的大量文献档案都是没有任何电子版本的孤品。根据怀特介绍，这些敏感的高保密级别档案，按照流程本来是要有实体影印拷贝和电子拷贝的，但因为大多数历史都不太光彩，所以就没有做任何拷贝。现如今对他们的保管策略就是8个字：不得泄露，不怕损毁。这意思就是说，他们如果还在这里，那就一直作为孤品保存在这里，不得对外泄露。如果有权限的人想查阅，可以过来亲自查询，但里面的内容不能带走。如果放在这里的这些资料，因为一些原因意外被毁了，他们也不担心那些档案彻底绝迹，因为那些东西丢了也未必是件坏事，只当是那些事情再也死无对证了。这就好像犯罪分子将犯罪时拍摄的照片留在家中珍藏，自己可以没事翻出来看，但绝不能让它泄露。如果哪天房子着火，不小心把照片烧了也无所谓，大不了以后不看就是。只是林婉儿并非想看美国当年的那些黑历史，毕竟她曾经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黑奴贸易和农场主时代她都亲眼见证，所以这些黑历史对她来说早就见怪不怪。她真正感兴趣的是校史中的其他部分，与叶晨的母亲安承熙有关的部分。